比特币震荡行情何时结束？下一波行情会怎么走呢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呢，目前我们已经陷入了长达100多天的震荡了，都在同一个位置。不过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在这段上涨的前期呢，也有出现过非常长时间的震荡，就在前面大概25000到3万左右的这个位置。当时我们震荡的时间呢，可比现在要久的更多了。我们来测量一下大概是200多天是现在的2倍左右。那你可以观察一下其实我们也就是自从出现了这个震荡之后，我们后面开启了非常狂暴而且很顺畅的上涨。那其实在教里面呢，有一句话，横有多长，竖有多高。其实它体现的就是，当我们要上涨，那我们必须累积足够的筹码。那当我们在累积筹码的过程呢，就会产生震荡，这就是这句话的含义还有体现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当时呢，它其实也是测试了上下边界2次之后，然后我们才开启行情的。那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我认为我们在走非常雷同的阶段，也就是我们在震荡，我们在吸收筹码，为了下一段的上涨在做准备。而且呢，其实现在震荡，虽然说中间非常磨人不过震荡的时间越久，后面可以爆发的行情呢，它就可以启动的越猛那你就可以看到呢，其实我们在这个位置，它也是对上下边界呢不断做测试。那其实你可以观察到，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回调呢，非常有可能，我认为非常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的回调了。其实我们走的状况会跟我们上一次会非常像，你可以去稍微比较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了。那我们可以再来切小一点级别，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我们现在大概从6万到7万2左右的震荡区。我们来到日线好了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在日线呢，我们可以画出一个震荡的区间。当然它前期也是做了一波的假跌破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威格夫的模型，那我认为呢，我们现在或许这个模型呢会更适用在我们当前的盘面之上。我们可以观察到，其实我们在走的行情呢，跟这里非常的类似，真的非常的类似。像我们在前面呢也是走了测试了2次底部，那我们现在呢测试顶部过后，我们没有一次性的突破，不过我们回调，然后蓄力，然后等到我们出现的下次多头又开始很强势的这种行为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有可能开启下一段的行情，就如同我们在图表当中所见到的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在这里接触到了底部，并且假突破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后续还是有一波回撤，不过它再怎么回撤，它是没有碰到前期的这个低点的。所以我认为，如果这个模型要成立的话，那么6万1左右的支撑它就不会再被碰到。因为你可以想想如果说我们连底部都看到了，那我们还回来接触6万1左右的支撑，那就可以表明这里的行情它是并不够强劲的。不过我认为呢，我们前期所看到的最低点大概在56500块美金左右的位置呢，其实这个低点它出现，而且这个低点它是并不会被跌破的，就像模型当中所显示的一样。那如果你想要把握这些交易机会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，现在只要 KYC 质押500美金3天，就可以拿到27.36美金的现金，就是可以直接提币的。那 Zumax 你只要充值2000美金，就可以拿到30美金的现金，一样可以提币。其实交易所关于现金的活动非常少，因为现金这种其实对交易所来说，它的注意确实是比较少的。那不过对于大家来说，可以直接提币走，所以其实很优惠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图表，这个图表它可以侧面的表示，其实目前比特币的行情呢，已经被压缩到了非常极限了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那上面呢，白色线很明显就是比特币的价格走势。那这个通道就是我们俗称的布林通道。那布林通道我们都知道当布林通道的缩口呢正在缩小的时候，就代表说我们下一段行情要开启，或者说我们才有可能开启下一段行情，我们才有可能出现下一段趋势的起涨点。那当我们行情在运行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开口就会张大。那我们开口张大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进行操作并且呢，我们会慢慢的寻找到阶段性的顶部或底部。那我们可以观察其实
如果我们把比特币过往历史的图表全部摊开来看的话，并且收到5天这个级别，一根 K 线就是5天。当然，它这里是用另外一种表现形式，它完全都是用线来表示。我们可以观察，其实我们当前的布林通道的缩口呢，已经被缩小到了非常的极限了。有多极限呢？是我们比特币过往的这10几年的历史当中呢，第2窄的缩口，就表示我们这里要爆发非常大的行情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我们上一次缩口跟这里差不多窄的位置呢，时间啊，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，2012、2013的那轮牛市。我们可以观察到，自从我们的缩口非常窄之后呢，我们开启的行情啊，开启的上涨呢，它就很明显比前面要来的更加速了。那其实我们此处呢，其实我认为也非常的雷同，毕竟我们要到前高点，我们正准备完全的脱离前高，并且我们现在缩口又急剧的缩窄，都已经震荡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所以我认为现在的震荡呢，绝对是在为我们下一波的趋势在蓄力。那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太坊。其实以太坊呢，我们可以观察到，在周线呢，其实我们上周最低啊，已经测试到了34000左右了，3400左右了。那现在立刻又回弹到了3600，大家不要小看$200对于现在$3600的以太坊来说，也不是一个小的振幅了。你可以观察到，我们这根 K 线它收的就是垂直线。那其实垂直线就可以代表我们在下方，它其实是有一定支撑的效果的。这个最明显的例子，我们也就不去看一些懒人包了。最明显的例子，比如说像前面这些地方，像这根 K 线出现的样态呢，它就属于垂直线。还有前面它有收出长长下影线的，这种这根当然是最标准的垂直线，它其实就找到了相对的底部。那其实我们在此处出现呢，就可以表示我们在3300、3400的支撑，它还是管用的。那如果说它在未来呢，它又回到了非常类似的位置，我认为就会是我们在加仓或者说选择入场非常好的时机点的点位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其实我们往下的话，3300左右，它也是非常明确的。曾经产生过互换的位置，你可以看到，像我们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有过阻力的效果，然后前面有着支撑的效果，你都可以看到，非常的明确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回到以太坊吧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，我们再回到比特币，比特币的话呢，它现在在走震荡。那我们在前一段时间，我们从72000一直回落到了65000，其实有一些这种超跌反弹呢，其实非常的合理，非常的正常。那我们来观察一下 RSI 吧。RSI 的话呢，它是在震荡行情比较适用。那在趋势行情的话 ，RSI 很有可能就会失效，因为 RSI 它就是一个针对震荡的指标，或者说震荡才会体现出它的优势的指标。你可以观察到，我们之前呢，在RSI 在比较相对低的位置的时候，其实相对低也就是30以下，我们都在行情上看到了相对的低点。当然，这只有在震荡行情会比较管用。那当我们在RSI 超过70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价格呢也会产生出相对应的高点。OK， 那当然呢，我自己是做这种趋势交易的，就是震荡这种我是不偏好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是做震荡的话，你可以结合这个指标，我相信可以大大提高你的胜率。就在这个箱体之间去做交易的话，因为其实这个箱体它其实也是有一定距离的。对不对？你可以想想看6万到72000，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